今天我要分享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案例。一位中年女性走进急诊室，看起来气色很好，精神也不错。她没有发烧，没有腹痛，只是一直抱怨全身很痒很痒，痒到晚上都睡不着。她试过所有方法，擦乳液、换洗衣精，甚至连抗过敏药都吃了，但那种痒就像是几千只蚂蚁在皮肤底下爬，一刻都不得安宁。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只是简单的过敏或皮肤炎，没想到他的血液报告出来的那一刻，大家都愣住了。那个痒不是皮肤的问题，而是他的肾脏已经严重衰竭。你能想象吗？我们全身最大器官皮肤，其实早就悄悄在替肾脏发出求救信号。许多人以为肾脏病只会让人疲倦或小便减少、水肿，其实不然。正是因为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它才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根据统计，台湾就有200万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然而其中有多达90%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疾病。换句话说，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正在让肾脏默默受损，却浑然不知。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解读皮肤上的肾脏密码，我会带你一起认识10个隐藏在皮肤上的肾脏病警讯，特别是第6个症状，极罕见却非常惊人，非常危险，看到会让你全身发毛哦。学会辨别这些症状，说不定就能救你一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护肾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守护肾脏健康。点击说明栏下载肾脏手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第一，剧烈瘙痒，肾性瘙痒。我们先从开头那位中年女性的故事开始讲起吧。这个症状其实在末期肾脏病的病人非常常见，盛行率高达50%到90%，但这可不是一般的痒，不是蚊子叮咬的那种，而是一种持续深层、让人几乎崩溃的痒。有时候集中在背部，有时候蔓延全身，痒到病人晚上根本没有办法入睡。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能想象我们肾脏是一台净水器，当它坏了，尿毒素、钙、磷，甚至各种发炎物质就会在体内堆积，这些毒素刺激神经，引起慢性发炎，皮肤就开始发出抗议的讯号了。这种瘙痒不只是皮肤的问题，它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甚至让人焦虑、失眠。而且根据研究，严重的肾性瘙痒本身就是一个预后不良的警讯，它和更高的死亡风险有关。更麻烦的是，这不是过敏，所以一般的抗组织胺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如果你痒到抓破皮，甚至结痂流血，拜托一定要尽快找医师检查，你的肾脏可能已经在求救了。第二，皮肤极度干燥与粗糙，干得像鱼鳞一样，这是慢性肾脏病中最常见的皮肤表现之一，大约有50%到80%的病人会遇到哦。原因在于肾脏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会让汗腺和皮脂腺的功能变差，结果皮肤失去水分和油脂保护，变得干粗，甚至开始脱屑，看起来就像鱼鳞一样。有些人会说，医师，我全身都擦乳液都没有用，才过几分钟就又干了。这时要小心，因为这可能不是单纯的冬季干燥，而是代谢出了问题。保湿确实是第一步，但如果擦了再多乳液，保湿都没有改善，最好还是让医师帮你检查，看看是不是肾功能出了状况。3，不明原因的皮疹。第3个警讯比较少人知道，皮疹。肾脏病会让人全身代谢混乱，皮肤也因此会产生一些诡异的变化。我举个例子，有些糖尿病合并末期肾脏病的病人，会出现一种叫做后天性穿孔性皮肤病，皮肤上会出现一颗颗带有色素的圆顶状小丘疹，中间凹陷，还有鳞屑，看起来就像皮肤努力要把里面的组织挤出来一样。更糟糕的是，这些病人通常血液循环不良，
血管阻塞的问题，导致伤口愈合非常缓慢，有时候甚至会形成水泡或伤口溃疡，一拖就是好几个月都不会好，非常疼痛难耐。所以，如果你发现身上有皮疹或伤口，怎么擦药都好不了，不要再拖了，该赶快去看医师，而且也该检查你的肾脏功能。第4，肤色异常。如果照镜子觉得肤色怪怪的，不是晒黑，也不是没睡饱，那可能是身体在发出的肾脏警讯哦。许多肾脏病患者出现不健康的蜡黄色皮肤，这不是肝病的黄疸，而是体内尿色素和类胡萝卜素累积造成的。除此之外，毒素累积还可能会刺激黑色素分泌，让皮肤出现局部或全身的深棕色斑块。我在临床上也常看到正在洗肾的病人，他们皮肤可能会出现偏灰或苍白，这是因为透析的过程中会过滤掉一些维生素和营养素，使得气色看起来更疲惫。简单来说，不管是皮肤出现蜡黄、暗灰还是苍白，这些肤色变化其实都是在提醒你，你的肾脏真的累了，要赶快去检查。5、肢体与眼周围肿胀。水肿是肾脏出问题最常见、最早期的警讯之一。我们现在理解一下，肾脏的工作就像是排水系统，负责排掉体内多余的水分和盐分。一旦排水功能失灵，水分就会滞留在组织中。最明显的地方包括脚踝、脚背、手指，甚至早上起来照镜子时，眼皮周围浮肿，像没有睡醒一样。更严重的情况是，肾脏开始漏蛋白。肾脏正常应该能够像塞子一样把蛋白留住，然而当肾脏出了状况，蛋白会从塞子流失到尿液中。当血液中的蛋白质浓度降低，水分就更容易渗出血管，引起全身性的水肿。很多病人都以为只是吃太咸或坐过太久，但如果你水肿每天都在，越来越严重，早上也不会消退，这时候你一定要去检查，看看你的肾脏是不是出了状况。第6，尿毒白霜。现在来讲第6个症状，也是今天要特别提醒毛骨悚然级的警讯。幸运的是，在现代医疗中，它非常的罕见。当肾脏功能极度恶化时，血液中的尿素氮低温飙升到250到300毫克每分升以上时，身体会试图透过汗水排出多余的尿素。这些高浓度的尿素随着汗液蒸发后，就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白色粉末状的霜。最常见的地方是像胡须、颈部、躯干，好像皮肤覆盖一层雪白的薄霜，非常惊人。高雄荣总就曾经报道过一名54岁男性末期肾脏病，拒绝规律洗肾，2个月后因为呼吸困难、全身倦怠到急诊。医师检查后发现他的脸和头皮上覆满一层亮白粉末，像是洒了血一般。结果抽血尿素氮162，肌酸酐21，是典型的尿毒白霜。幸好在开始透析后，2个星期内皮肤的白霜就逐渐消失。因此，我们看到这种尿毒白霜，请立刻要送医啊！这表示肾脏已经进入极晚期，体内毒素累积到危险的水准，必须要立刻开始进行肾脏替代疗法，像是洗肾。这不是小问题，而是生命的警钟。7、肾源性全身纤维化。接下来这个症状虽然少见，但却非常严重，而且可以预防。这个疾病叫做肾源性全身纤维化，它通常发生在肾脏功能非常差的患者接受核磁共振、使用了含镉显影剂之后，正常人肾脏会很快的把镉排出体内，但如果肾功能太差，镉会滞留在体内，进入组织，引起强烈的发炎反应，让皮肤逐渐变得僵硬、紧绷、有光泽，甚至会出现像橘皮或木头般的纹理啊。更可怕的是，这种纤维化会导致我们的关节挛缩，让手脚无法自由活动。但好消息是，现在医界已经知道如何预防，只要在肾功能不佳的患者中避免使用高风险的
镉显影，改用低风险的显影剂，就能大幅降低发生率。这也提醒我们，每一次影像检查前，都应该让医师知道你的肾脏功能。8、钙硬性，钙硬性也有人称为血管钙化性尿毒症，虽然罕见，但危险性极高，而且疼痛到令人难以忍受。我在临床上就见过病人疼痛到完全无法入睡，最后甚至不得不截肢啊。这个状况多发生于透析伴随副甲状腺功能亢进或钙磷沉积过高的患者。简单来说，钙会沉积在供应皮肤与皮下脂肪的小动脉里，导致血管阻塞与血栓的形成。外观特征一开始，皮肤可能只是粉红或紫色的硬结或斑块，周围带有网状青斑，但很快的中心就会开始溃疡，覆盖黑色交加，患者会感觉到极度的疼痛。更可怕的是，这些溃疡感染率极高，很容易会变成败血症，甚至致命。也有极端的案例，病灶严重时不得不截肢，或甚至要切除男性生殖器。这提醒我们，肾脏病不只影响内脏哦，有时候甚至直接会影响我们的皮肤与四肢。9、指甲警讯，别小看你的指甲，它其实偷偷在泄露肾脏的秘密。举例来说，有些人会出现半分指甲 （half and half nails）， 又叫林赛式指甲，意思是靠近指甲床的部分是白色的，远端则是粉红或红褐色。这通常跟体内淡血症，也就是尿毒素太高有关，是肾脏病的一个经典警讯。还有横向白甲线 （Merkus lines）。指甲上出现2条白色横线，多半代表低白蛋白血症，常见于肾病症候群的患者，意思是大量的蛋白质正从尿液流失。简单来说，看到这些指甲变化，不只是美观问题，它是在提醒你肾脏可能正在出状况。10、毛发警讯，除了指甲，肾脏病也可能会影响毛发。慢性肾脏病患者可能会出现掉发、头发干燥变色，甚至毛发变少。这不是单纯的美观问题了，而是肾脏功能下降，影响了营养吸收、荷尔蒙平衡和代谢。举例来说，蛋白质流失、微量元素缺乏或尿毒素的累积，都可能让毛发变脆、易断，甚至掉落。当你注意到这些毛发变化时，其实是肾脏正悄悄给你警讯。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10个隐藏在皮肤上的慢性肾脏病警讯，从常见的极度瘙痒、干燥粗糙，到罕见但致命的尿毒白霜和血管钙化。这些皮肤表现，无论是色素沉着、指甲异常，都在提醒你，你的肾脏这个平常不声不响的沉默器官，可能已经不堪负荷，出问题了。透过了解这些皮肤讯号，我们可以提早注意肾脏可能出现的问题。记住，皮肤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不要忽略它在提醒你的讯号。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今天分享的这些资讯仅供参考啊，不能自行诊断。这些皮肤症状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疾病当中，也未必就是慢性肾脏病的表现。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无法解释、持续恶化的皮肤问题，尤其是剧烈瘙痒或疼痛的黑色溃疡，请务必要立刻咨询医师。通常一个简单的血液检查就能检测出肾脏功能是否受损，可以及早掌握病情。以上是我今天分享，感谢大家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我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